围棋做武器强不强？天地做局，众生围棋，哪里有怪砸哪里。自从跟着机遇学围棋，怪打得准了，砸得狠了，一口气下5局副本都不觉得累。仔细看 PV 里的演示，在棋子落下之前出现了鼠标，表明这个招式很大可能是需要手点的，好不好用我不知道，但 bug 肯定会不少。不过这却是幻塔一直以来的优点，敢于去创新，真正做到一把武器一个玩法。怪物猎人一直被戏称为换一把武器等于换了一个游戏，幻塔同样也做到了这一点。不过这都不是重点，小峰要讲的是 PV 中出现的这盘棋。马融围棋赋有言：略观围棋席，法于用兵，3尺之局席，为战斗场。古往今来，众多能人异士都将权谋博弈寄寓到棋局变化之中。世道如意棋，变化不容复，机遇所下之棋也不例外。PV 中出现的棋因为角度关系一直未能看全貌，但这难不到小峰。机遇例会里面同样是这盘棋，只要在恰当的时机就可以成功截图，这也让小峰发现了问题。例会中的棋局是对的，不过落子的位置却是错的，甚至有棋下到了棋盘格子里。虽然这可能是追求画面的效果，但还是希望以后能严谨一些，在得到例会的信息后就能补全棋盘了。为了让大家方便观看，小峰重新摆了一下棋谱。众所周知，围棋是执黑棋者先行，之后黑白交替落子，这局棋刚好下到了109手，该黑棋落子先叠个甲。小峰的围棋水平并不高，还是因为看《围棋少年》这部动漫才去自学的，这里就只简单分析一下局势。如果有围棋大佬，欢迎评论区指正。左下角的黑棋占了10地，虽然生存艰难，但依旧可以苟活。左上角的黑棋只剩下一口气，这里已经没了活路。这里的白棋虽然占优，但如果向外发展，还需要继续厮杀博弈。右上角的白棋能活，不过生存境地被黑棋压缩得很厉害。从全局来看，只有右下角的局势对黑棋更为有利。机遇纠结的棋子再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跟白棋在左侧死磕，去不断限制白棋的发展，也就是机遇举棋未落的这一手；另一个则是暂时放下左边的厮杀，将阵地转移到右下，重新开辟一方战场。这种做法其实很常见，大家在一些电影小说中常见的围棋套路皆是如此，要么自绝生路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要么就像现在转移阵地去开辟下一个战场。 PV 中的机遇最后的选择便是如此，这也对应了简介中的介绍：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也说明了能审局者多胜。旧遇事已告一段落，是时候开启新的篇章了。都说人生如棋，大抵便是如此了。是不是听完解读后感觉制作组很牛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这局棋设计的确实用心，但就那么一丢丢用心。在 PV 的结尾，机遇的落子是在这个地方。在 PV 的时间线来看，机遇是晚上在亭子内下棋，早上才离去，所以是先有第1张棋局，才会出现后面的棋局。可 PV 中早上展示的棋局却是颠倒过来的。围棋是落子无悔的，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画面，除非时空倒流。只能说不愧是海加德科技，所以小峰才说官方用心了，不过并不多。希望下次官方能更加用心吧，这种逻辑性的问题还是不要再犯了。因为围棋我们是真的能看懂，解读出这盘棋的意思，也就懂了 PV 的一半内容，还有一半在文言文的文案中。视频一开始展示的地方是正宫，玉兰正在为夜晚未归的机遇沏茶，注意看她手上拿的和桌子上摆放的工具，这些都是茶道的必备，分别是茶则、茶针、茶漏、茶夹、茶匙、茶桶，被统称为茶道6君子。不过 PV 中玉兰的做法倒是有些令人意外，虽然爱好茶道的人很多，但却鲜少有人会搅拌茶汤，因为会让茶汤起沫。看似玉兰的表现和机遇在亭子内饮的茶，机遇似乎很喜欢这种喝法，玉兰甚至还将泡沫做出了形状，这在茶道中实属罕见。但是喜欢喝咖啡的小伙伴应该不会陌生，这种图案很像咖啡的拉花。玉兰搅拌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画画？画面一转，来到了一座亭子，这座亭子在九玉的出场率很高。绯色在这里跳过舞，洛在这里喝过酒，南音在这里斗过蝴蝶，它的位置在游戏里的这个地方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实地游玩一下，网红打卡点预定。机遇在这里下棋也有缅怀故人的意思。接下来是意义明确的特写，其实也是幻塔在秀技。幻塔在丝袜的研究上是一去不复返，人物建模有没有迭代不清楚，但丝袜的材质绝对一直在升级。暖暖党应该深有体会，明月当空夜已深。机遇端起桌
桌上的茶杯，注意看茶杯里的图案，这也是搅拌后的茶汤，和玉兰做的是一样的。看来玉先生真的很喜欢这种喝法。接下来是文案解读，这里先感谢一下小伙伴的分享，也欢迎更多朋友私信小峰你的发现。塔学是需要更多人一起努力的，众人拾柴，火焰才会更高。其者，以正合其事，以权制其敌。其者，以正合其事，以权制其敌，出自《齐经》13篇的第2篇。所谓围棋，就是以符合常规的方式形成态势，用随机应变的方式将对手制服。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。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，出自《周易》系辞。这里有2个指代，一个是九域目前的现状，虽然惠民之祸已经延后，九域暂时安全了，但也要居安思危。另一个指的是棋局变化，左下角的黑棋是好不容易活下来的，下棋如此，人生亦如此。心意他事，心意他事者，其虑散。这句和穆宁一举者，其思周都出处一致，都是来自《齐经》13篇的度情篇，说的是心理杂乱，为外物所侵扰，其思绪就乱了。官方很调皮的配了青蛙的叫声，指代外物的影响。机遇也因此收回将落的棋子，他已经被外物影响了。心有万仞，纵横八荒。心游万仞，纵横八荒。前一字出自于晋代陆机文赋，意思是心游万仞高空，这点在 PV 中体现出来。纵横八荒亦是如此。穆宁一举，思周。穆宁一举者，指的则是心无旁骛，将心思专注到观察局势之中，其心思思虑将会更加周全，考虑也会更加全面。与上一句对应，海晏河清，盛世成平。海晏河清，盛世成平，这句比喻天下太平。风发于啸，林香云扬。风发于啸，林香云扬。这里的鱼是名词，指的是邹鱼，它是古代传说中的人兽，大若虎，五彩璧具，尾长于身，乘之日行千里。所以别看鲲鹏很震撼，这里真正该配的画面应该是邹鱼。不过意思到了就行，这里的画面对应的是解棋之法。还记得小峰之前对棋局的分析吗？在转移阵地后，就成了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林香云扬，林指的是麒麟，麒麟踏祥云，同样也是为了合乎此景。必赢敛计，明哲换藏。这2句话语境一转，对应了居安思危。虽然九域的惠民灾祸已经落下帷幕，但依旧有惠民藏于暗处，隐患依旧存在。之后刚好接上机遇的演示，文案虽是文言文，但都是契合了画面，所以还是比较好理解的。接下来机遇展开领域，开始了暴揍惠民。 PV 展示的领域还是蛮震撼的，特效也给得很足，天地为盘，众生为棋，又有阴阳鱼相伴，这特效妥妥不亏了。最后的棋盘战斗就是哪里有怪砸哪里，机遇牌点砸机，打怪 so easy。最后的这步棋就是时空倒流了。下棋的样子虽然很帅，但是知道了真相之后，就只能埋怨制作组了。这本应是破局的神之手，之后刚好对应朝阳初升，万物复苏，也象征了棋局的新局面。机遇在此待了一夜，清香晨风远，入彩寒露浓。机遇穿上自己的外套，扶栏远眺，他在这一晚终于确定了九域接下来的发展方向。围棋对他来说，既是闲暇时的消遣，也是寻求破局之法的依仗。当然，拿棋子砸人也是他的用途之一。桌子上摆放的是南音的箫和骆大人的面具，这说明 PV 里的画面发生在朝母一战结束后，回到正宫的机遇发现了还在睡觉的玉兰。不过机遇的做法就有点意思了，这种时候难道不应该是上去披个外套吗？可是玉先生却用玉兰花唤醒了玉兰，说局势大好的小伙伴可以歇歇了，这都不是暖了，要是碰到有起床气的，房子都给你掀了。玉兰醒后的第一时间就是戒备，看样子他也是有起床气的，但发现来人是玉先生后，立刻变得开心起来。这愉悦的心情透过屏幕都能感觉到。机遇是玉兰非常尊敬的人，他的武器便是玉先生送的。虽然游戏里没有实锤，但玉先生也算玉兰的半个老师吧。听到机遇的问话，玉兰害羞地挽起手指来，桌子上放的茶早已经没了热气，这也表示机遇一晚未归。
玉兰在此候了一夜。不过她非但没有埋怨，还有一丝羞愧，这都是因为她口中说的常备不懈。玉先生尝到常备不懈，刚刚是我有所疏忽。这句的意思是时刻准备着，形容警惕性很高。所以从一开始见面，玉兰就变得拘谨的原因，这都是因为玉先生扔出的花。倘若那不是花，而是敌人的暗器，玉兰现在就不妙了，想想就感觉后怕。正是因为玉兰觉得自己被偷袭成功了，所以感到很愧疚。玉先生最后说的话也是这个意思。不错，莫忘在生活中体悟。一开始的扔花也是为了点醒玉兰，这些都更像是前辈对后辈的教导，居安思危，常备不懈。到此 PV 内容就完了，但这个 PV 中还隐藏着一个内容，就是玉先生究竟是怎么样的人？他正经吗？从放出例会和高定开始，玉先生的形象就在冲击着大家对他的印象。他在剧情中是端庄而大方的，但玉先生在亭子中的坐姿可和这个搭不上边儿。众所周知，幻塔是喜欢搞反差萌的，那玉先生有没有可能也是一个反差角色呢？这里就要先介绍一个人，火影忍者中木叶忍者村的首领纲手，他酗酒，他赌博，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好领导。玉先生会不会本身也是个活脱的性子，为了担起酒力的责任，被迫变得沉稳呢？不过这感觉和围棋棋手也不是很搭，但想起他是拿围棋砸人的，就有些释然了。这些猜测就只能到先潜伏一探究竟了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